很多血糖偏高的人一提到水果就摇头，觉得水果甜滋滋的，肯定会让血糖飙升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其实不然。营养学家指出，只要选对水果，掌握时机和分量，水果不仅不会成为血糖的敌人，甚至还能成为稳定血糖的好帮手。有人形容，吃对了水果，简直就像在吃天然的降糖药。今天我们就来公布最新15大降糖水果排行榜，看看哪些水果上榜。您一定想不到，平常备受推崇的芭乐，也就是番石榴，竟然在榜单中垫底，而第一名更是降糖又护肝，实力惊人。快跟着我们一路倒数，揭秘这些不让血糖失控的水果明星吧。第15名，芭乐。芭乐也叫番石榴，在健康圈一直有水果之后的美誉。它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， 热量低，每100克芭乐大约只有40大卡，糖分约7克左右，属于低 GI 水果。膳食纤维能延缓葡萄糖吸收，使餐后血糖上升幅度减缓。很多糖友把芭乐当作控糖零食，一方面因为它甜度不高，不会让血糖暴冲，另一方面芭乐很有饱足感，吃上半颗就觉得肚子满满，有助于减少其他主食摄取。此外，芭乐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惊人，一颗中等大小的芭乐维 C 含量远超2-3颗橘子，这对糖友保护血管、促进伤口愈合非常有益。听起来芭乐优点这么多，为什么却只排在榜单的最后一名呢？其实并不是芭乐不好，而是比较之下，接下来的14种水果在稳定血糖这件事上表现得更加出色。芭乐虽然含糖不高，但它毕竟是较甜的水果，而且一颗芭乐分量较大，如果不注意控制食用量，也可能摄入过多的糖分。总的来说，芭乐作为替代高糖点心的健康零食还是非常合适的，但和我们榜上其他降糖水果比，综合表现稍逊一筹，所以芭乐只取得第15名。不过不要灰心，合理吃芭乐照样有助稳定血糖。我们继续看看有谁胜过了芭乐。第14名，苹果。俗话说，每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对于糖友来说，苹果同样是一种友好的水果。苹果的升糖指数大约只有36，属于低 GI 水果。一颗中等大小的苹果含糖约有15克，但它同时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果胶。果胶在肠道中会吸水膨胀，形成凝胶，减慢糖分的吸收速度。简单来说，吃苹果后血糖上升的比较慢，更平稳，不会造成血糖的尖峰。还有，苹果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，例如胡皮素等。研究发现，这些物质有助于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减少胰岛素阻抗。长期适量吃苹果的人，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相对较低。苹果的好处不止控糖，还能补充钾、维生素 C 和各种抗氧化营养，有利于心血管健康。对糖友而言，苹果是一种安全又营养的水果，只要注意不要一次吃过量，一颗中等苹果即可。每天吃一个苹果当点心，对血糖控制大有益处。第13名，梨子。清甜多汁的梨子含糖大约 10%， 属于中低糖分的水果。每100克梨子的碳水化合物约只有10克出头。梨子的升糖指数也不高，大约落在37到40之间，和苹果相仿。为什么梨子对糖友友善呢？首先，梨子水分含量高，吃起来解渴又满足甜饮。对于时常口干舌燥的糖友来说，咬一口冰凉的梨子，既能补水又能缓解嘴馋，比喝含糖饮料健康太多。其次，梨子富含膳食纤维，特别是果皮部分纤维更多。如果连皮一起吃，一定要洗净。纤维会帮助延缓糖分释放，避免血糖快速上冲。中医观点甚至认为，梨子有润肺生津的作用，能缓解糖尿病常见的口干症状。科学研究则发现，梨子富含多酚物质，有助于抗氧化和减少发炎。慢性发炎是糖尿病并发症的推手之一，常吃梨子有助于降低这种风险。总的来说，梨子甜味适中，水分丰富，食用后对血糖影响温和，作为糖友日常水果再合适不过了。第12名，奇异果。奇异果又称猕猴桃。奇异果酸甜可口，纤维丰富，被誉为维 C 之王，在降糖水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。每颗奇异果大约重70克，含碳水约89克，
其中有2克以上是膳食纤维。奇异果的升糖指数约50，虽不算非常低，但也属中等偏低范围。为什么奇异果对血糖有好处呢？一方面，奇异果富含膳食纤维和果胶，能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。另一方面，奇异果中还含有一种独特的酵素，叫做猕猴桃蛋白酶，可以帮助分解食物，促进消化。饭后吃个奇异果，有助于加速胃排空和营养吸收，使得血糖不至于长时间停留在高位。还有研究显示，奇异果中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以及叶酸、钾等成分，对改善代谢健康有益。有趣的是，奇异果还常被用来软化肉质，做嫩肉料理，说明它的酵素活性很强。对糖友来说，餐后适量食用奇异果，既能解馋，又能利用其中的酵素和纤维，达到控糖的效果。不过，因为奇异果的糖分也不算极低，建议一次食用12颗足矣，以免摄入过多果糖。第11名，蓝莓。蓝莓虽然个头小，却是抗氧化的超级明星，对稳定血糖同样有帮助。每100克新鲜蓝莓含碳水大约14克，其中糖分约10克，纤维接近 2.5 克。蓝莓的升糖指数约为53，虽比草莓、黑莓略高一些，但仍属中等偏低。让蓝莓出众的秘密在于它富含花青素等多酚。花青素不仅赋予蓝莓诱人的蓝紫色泽，更是强力的抗氧化剂。研究显示，花青素有助于改善胰岛素的作用，使细胞对血糖的利用更有效率。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肥胖且有胰岛素阻抗的人群，如果每天食用蓝莓，例如将冷冻蓝莓打成果昔饮用，持续6周后，胰岛素敏感度相比对照组显著提高。这意味着蓝莓有助于提升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，协助血糖控制。此外，蓝莓还有益于心血管和视力，是全方位的健康小果汁。对糖友来说，蓝莓可以当作零食抓一把生吃，也可以加入无糖优格增加风味。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不知不觉就摄取到许多对血糖有益的植物营养素了。第10名，杏子。黄色的杏子个头小巧玲珑，1颗不到50克，但营养价值不容小觑。杏子的含糖量并不高，每100克杏的糖类约有9克上下， GI 值大约只有30左右，属于相当低的范围。由于单颗杏子重量不大，就算一口气吃2-3颗，摄入的糖分也不多，可谓少量多餐的理想水果。杏子的膳食纤维也不少，帮助减缓糖分吸收速度。而杏最出名的是它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， 吃杏对眼睛有益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对糖友而言，维生素 A 和抗氧化剂的补充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等眼部问题，所以杏子不仅不太影响血糖，还提供了护眼的营养。一些研究也指出，杏子含有多酚，具有抗炎功效，可以帮助减轻慢性炎症。慢性炎症是糖尿病并发症的诱因之一，因此多吃杏这类富含抗氧化物的水果，有助于长期健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杏干虽然美味，但经常添加糖分且浓缩了糖分，一小把杏干的含糖量远高于几颗新鲜杏子，因此糖友最好选择新鲜的杏，享受其天然风味，又不必担心糖负荷。第9名，柳橙。柳橙也就是甜橙，是日常最常见的水果之一。许多人可能想不到橙子也能降糖，毕竟橙子尝起来蛮甜的。但是柳橙的糖分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，每100克橙子大约有89克糖，属于中等，但升糖指数只有42左右。这意味着适量吃橙子不会让血糖飙得太快。更厉害的是，橙子富含维生素 C 和橙皮苷等类黄酮，维生素 C 有助提高免疫，还能减少糖尿病患者身体的氧化压力，类黄酮则对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吃橙子对预防糖尿病有一定帮助。一项大规模研究指出，每日食用34颗中等大小的橘橙类水果，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了 57%， 而且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率也降低将近一半。这说明橙子不仅稳定血糖，还对肝脏健康有益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当然，吃橙子也要注意适量，一天1颗中等大小的柳橙就足够了。如果担心果肉的糖分，
可以把橙瓣连同那层白色的菊络一起吃下，因为菊络其实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与类黄酮，反而对控糖有利。总的来说，柳橙甜而不某，营养丰富，是糖友可以安心享用的水果。第8名，梨子。酸甜可口的梨子含糖量适中，每100克梨子含糖大约10克， GI 值约介于24到53之间，依品种而定。虽然梨子的平均 GI 不算最低，但有趣的是，梨子中含有一些三梨醇这类糖醇物质，甜味足，但对血糖的影响比同等的蔗糖小。梨子的纤维也相当丰富，有助于减缓糖分吸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梨子还被认为是养肝水果之一，它含有的某些植化素如黄酮类，被研究证实有保护肝脏、降低脂肪在肝脏堆积的作用。糖尿病常伴随脂肪肝问题，而常吃梨子对预防脂肪肝或许有所注意。梨子里的花青素和其他酚类化合物也能抗氧化、抗发炎，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血管伤害有缓冲作用。对糖友来说，饭后来1-2颗酸甜的梨子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用担心血糖失控，还顺带保养了肝脏，一箭三雕。不过梨子属于偏酸的水果，胃酸多的人不要空腹大量食用，以免胃部不适。一般人每次吃上2到3颗中等大小的梨子是相对安全且有益的量。第7名，樱桃。樱桃虽然甜美，但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2，几乎是所有水果中最低的一档。为什么 GI 这么低？因为樱桃的葡萄糖和果糖含量都不高，每100克樱桃的糖大约8克，而且樱桃富含纤维和果胶，让糖分释放非常缓慢。此外，樱桃中满满的花青素和花色苷不仅带来诱人的红紫色泽，还能帮助胰岛素工作。有研究指出，樱桃中的花青素可以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，同时提升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能力。简单说，吃樱桃就像给胰岛素加把劲，让血糖更快被运送进细胞燃烧。除了降糖，樱桃还有助于抗发炎和改善睡眠。很多糖友有轻微发炎或睡眠问题，而樱桃中的花青素和褪黑激素可以减轻这些困扰。樱桃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含钾较高、肾功能不全的人要控量。但对一般糖友来说，每天吃10颗左右的樱桃当点心，是既满足口欲又稳定血糖的理想选择。第6名，木瓜。有人可能疑惑，木瓜吃起来挺甜，怎么会是降糖水果呢？其实木瓜的奥秘在于它的丰富酵素和纤维。每100克熟木瓜大约只有7到8克糖，热量也不到40卡路里，糖分并不算太高。更重要的是，木瓜中含有木瓜酵素，也就是木瓜蛋白酶，能促进蛋白质消化和食物分解。饭后吃上几片木瓜，有助于肠胃蠕动，让食物更快被消化，不至于在胃里滞留过久。这对于糖友很有帮助，因为消化效率提高了，餐后血糖的峰值反而不会拖得太久，有利于胰岛素更及时的发挥作用。木瓜还富含膳食纤维，也能减缓糖的吸收速度。营养方面，木瓜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，其中维生素 A 以贝塔、胡萝卜素形式存在，对视力和免疫都有益。糖尿病常带来免疫力下降和视力问题，吃点木瓜可谓一举多得。另外，木瓜还被称作热带抗氧化之星，因为它的冒茶酚等成分具抗氧化、抗炎作用，长期食用对心血管也有好处。总之，不要因为木瓜味道香甜就害怕它，适量享用木瓜，其实对血糖很友好。但提醒一句，木瓜再好也不要一次吃半颗以上，控制在100到150克以内最合适。第5名，黑莓。黑莓其实就是一种深色的莓果，又称黑草莓或黑莓果。很多人分不太清黑莓和蓝莓、覆盆子，其实它们是莓果家族的近亲，营养特性也相似。黑莓之所以能拿下第5名，主要因为它的含糖极低和纤维极高。每100克黑莓只含有大约5克糖，是糖分最低的水果之一，而膳食纤维却有将近5克。纤维含量之丰富，在水果中名列前茅。这意味着吃黑莓几乎不太会让血糖上升，因为所含的少量糖也被纤维绑住，慢慢释放了。黑莓的升糖指数非常低，据估计大约只有25左右，
糖友可以几乎无负担的享用。更厉害的是，黑莓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，深紫发黑的颜色正说明它含有大量花青素和其他多酚，这些物质能中和体内的自由基，减轻糖尿病引起的氧化压力。也有研究在动物实验中发现，喂食黑莓提取物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，因此有人把黑莓称作糖尿病人的最佳水果伙伴。如果您觉得黑莓新鲜果不好买，也可以选择冷冻黑莓，解冻后直接吃或者加入燕麦片，都非常美味健康。黑莓虽好，但因为价格较高，产量不如苹果香蕉大众化，因此知名度不算太高。不过在降糖水果的实力榜上，黑莓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。第4名，葡萄柚。葡萄柚酸酸甜甜，很多减肥人士都爱它，其实糖友也应该关注它。葡萄柚的升糖指数仅有25，是所有水果中数1数2低的。每100克葡萄柚果肉含糖大约7克，一般半颗中等大小的葡萄柚也不过摄入10克左右糖分，对血糖的影响相当温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葡萄柚中含有特殊的类黄酮化合物，像是柚皮素和柚苷等。动物实验发现，柚皮素有潜力保护肝脏，减少高脂肪饮食造成的肝脂肪变性，而柚苷被认为能帮助改善胰岛素抵抗，使血糖更容易被细胞利用。换句话说，葡萄柚不仅本身几乎不让血糖升高，长期吃还可能提高身体的控糖能力。有趣的是，上世纪80年代还流行过葡萄柚减肥法，餐餐吃葡萄柚以其降低体重。如今看来，葡萄柚确实是减肥和控糖的一把好手。葡萄柚还富含维生素 C、甲贺可溶性纤维果胶，对心血管也有益。不过要提醒，葡萄柚会影响某些药物在肝脏的代谢。糖尿病患者如果有在服药，吃葡萄柚前最好咨询医生，避免产生药物交互作用。总的来说，葡萄柚作为降糖水果，完全当之无愧跻身前5名。第3名，白桃。桃子香甜多汁，在许多人印象中属于糖分较高的水果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尤其是白桃品种，其含糖量并不算太高。数据显示，每100克桃子的碳水化合物约为10克，其中糖大约8克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大约150克左右，含糖约12克，和一小片吐司的碳水相当。桃子的 GI 值大约为42，属于低 GI 水果。桃子为什么适合糖友呢？首先，桃子有不少可溶性纤维，有助于稳定血糖。其次，桃子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如维生素 C、钾、胡萝卜素等等，营养密度不错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桃子中含有一些多酚抗氧化物，比如绿原酸、儿茶素等。这些物质能够改善葡萄糖代谢，减少糖分在血液中滞留的时间。日本和中国都有营养专家推荐白桃作为糖尿病友善的水果，因为它甜而不腻，适量品尝可以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至于让血糖失控。想象一下，炎炎夏日来一片冰凉的水蜜桃，香气扑鼻，甜美的汁水在口中迸发，那种幸福感对糖友来说未必是禁忌。只要控制分量，例如一次吃半颗中等大小的桃子，这种幸福完全可以安心享受。也难怪白桃能够击败重重对手，跃居我们榜单的第3名。第2名，草莓。草莓不仅外貌诱人，还是出了名的低糖高营养水果。每100克草莓的糖只有约5克，这糖含量几乎只是同等重量香蕉的1/3。难怪草莓吃起来酸酸甜甜，不会齁得发腻。草莓的升糖指数约为40，属于低 GI， 而它的纤维含量不低，维生素 C 更是相当丰富。这意味着吃草莓时糖分缓慢进入血液，不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。更神奇的是，草莓中蕴藏着丰富的花青素和多酚。研究显示，草莓中的花青素能减少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，同时提高胰岛素的分泌。也就是说，草莓从2方面帮助我们控糖，一方面让糖进入血液变慢，另一方面帮助身体分泌更多胰岛素来处理血糖。对糖友而言，草莓简直像贴心的小帮手一样，主动为你分忧解劳。此外，草莓还富含叶酸、镁、钾等营养，在控制血糖的同时也滋养身体。
有人担心草莓会不会太酸刺激胃酸，其实适量的酸味反而能开胃助消化，而且草莓属于凉性水果，适合糖尿病患者这种常有内热体质的人。草莓季节的时候，不妨每天吃上几颗，既解馋又控糖。难怪草莓能在这份榜单中荣登亚军宝座。第一名，火龙果。可能有些朋友感到意外，火龙果味道清甜，怎么会是降糖之王？其实火龙果当选第一名绝非浪得虚名，它降糖的实力之强，甚至有人说效果可以媲美降糖药。火龙果每100克含糖约9克，看似比草莓略高，但它的升糖指数不高，据研究约为48，再加上火龙果含有极为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寡糖，使得它对血糖的影响非常温和。更重要的是，科学家在火龙果中发现了一种特殊成分，叫做脱氧芥子醇，又称去氧麦角甾醇。研究表明，脱氧芥子醇可以帮助降低血糖，并改善肝脏功能。换句话说，火龙果不仅能稳定血糖，还能保护肝脏，对抗脂肪肝和代谢综合症。有动物实验中，高脂饲料的小鼠吃了火龙果提取物后，体重增加较少，肝脏脂肪和胰岛素阻抗都有所降低。在人类的研究中，2017年的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的论文指出，经常食用火龙果可以显著改善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空腹血糖，而且吃得越多，血糖控制效果越明显。这些科学证据都支撑了火龙果的降糖一哥地位。除了控糖和护肝，火龙果还有其他优点。它富含镁和钾，有助稳定血压；富含抗氧化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E， 有抗炎抗老作用。更棒的是，火龙果热量低，又有饱足感，一颗吃下去肚子很满足，不容易暴饮暴食。对糖友而言，火龙果几乎没有太大禁忌，一周吃上几次，每次半颗到1颗都很不错。难怪火龙果能力压群芳，成为我们榜单的第1名，当之无愧的降糖护肝水果之王。看完这15种降糖水果，是不是觉得眼界大开？其实并没有哪种水果是真正意义上降血糖药，但以上这些水果因为含糖低、纤维高，或者富含有助稳定血糖的特殊成分，所以吃了后不会让血糖失控。长期适量食用更能改善代谢健康。糖尿病患者或血糖偏高的人完全不用因为水果甜就拒绝所有水果，关键在于选对品种，控制分量，适当时机。大多数专家建议糖友每天可以吃大约200克左右的水果，分成2到3次，在2餐之间食用最理想。这样既能获得宝贵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又不至于一次摄入过多果糖冲击血糖。想象一下，当别人还在为能不能吃水果烦恼时，您已经聪明地挑选了上述这些降糖水果，来满足口腹之欲。适量享受水果的美味吧，它们是大自然给予糖友的甜蜜礼物，让我们在控糖之路上也能充满幸福的滋味。相信只要掌握科学饮食，糖尿病并不能剥夺我们品尝美食的乐趣。